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。今天咱们来聊聊最近 Pi Network 的大新闻 ，KYC 身份认证期限又延长了。你是不是也注意到了？这延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对我们手里的拍币有什么影响？关于这点，我只能说项目方实在太佛心了。今天我会带大家一起探讨一下，为什么 Pi Network 要延长 KYC 认证，还有这对主网上线后进入交易所有什么影响 ？KYC 延长背后的成员打算是啥？以及大家最关心的，拍币的价格会怎么走？首先来看看为什么又延长 KYC。Pi Network 背后在打什么算盘 ？Pi Network 全球用户很多，而且来自五湖四海。有些地区的用户呢，技术条件不够好，或者网络设施跟不上，认证的身份比登天还难，这就让很多人无法顺利完成 KYC 认证。尤其是来自天朝的朋友，很多都是 KYC 一直 K 到一半，认证总是卡关。然后呢，有的人不信邪，有人建议他们换手机，他们也照做了，结果呢？挖拍的本意是要收集拍币，却让他们多了一个身份，叫做手机收藏家。拍币没挖多少，倒是攒了一堆手机啊。最后可能还得开个展览，展示一下他挖拍过程的血泪史。说到这里，咱们回到正题。其实官方这次延长时间，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想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到这个项目里。毕竟他们的愿景可是让全球都能用上这个币。这次延长 KYC， 看起来好像是拖慢了进度，但其实呢，这背后有大招。是为了扩大用户基础，让 Pi Network 在主网上线的时候更有分量。这不仅是让更多人有机会完成认证，也是为了让这个生态系统更健康、更真实。毕竟谁都不希望看到一堆僵尸号吧？还记得我之前说过拍的优势吗？没错，就是人，而人潮就是钱潮。主网一上线，肯定会有一大波交易所抢着要上架拍币。为什么？因为拍币可不是普通币啊，它就像天龙八部里的乔峰一样，自带 BGM， 一出场就吸引所有目光。想想看，派币拥有这么多全球用户，随便哪个交易所，要是能拿到独家上架资格，那老板恐怕做梦都会笑醒吧。你说几千万人蜂拥而至，在他的交易所里狂刷派币交易，这不仅是流量暴增啊，这简直就是行走的印钞机，多少营收会从天而降？就算是做噩梦啊，也是在梦里被钱砸醒的。说到这里，咱们再来用个更直观的比喻，帮你理解派币跟其他加密货币之间的区别。说到加密货币，咱们可以把它们想象成金、银、铜这三种金属。比特币呢，就像黄金一样，它是最早出现的加密货币，稀有又昂贵，大家都把它当作数字黄金来看待。毕竟它的总量有限，只有2100万颗，这让它像黄金一样稀缺，价值自然就高得离谱。无论市场怎么波动，大家还是相信它的价值稳如泰山。然后是以太币，就像银一样，虽然它的价值不如比特币，但它在技术和应用上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以太坊平台上跑出各种去中心化应用，支撑着整个区块链生态的发展。这就像银，在工业和技术应用上是不可或缺的。但和比特币不同的是，以太币的总量并没有像比特币那样严格限制，发行量也比比特币多，所以价格自然就比比特币便宜了。虽然没比特币贵，但在区块链的技术应用层面上，以太币可是无可替代的，就像银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一样。最后再来说说拍币，就像铜，别看铜不像金和银那么闪亮，但它可是无处不在、应用广泛的基础金属。拍币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轻松参与挖矿和使用，未来它可能像铜一样融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，成为全球数字货币的普及基石。所以金、银、铜给我自己的价值定位，虽然比特币是黄金，以太币是白银，但咱们的拍币也有潜力成为未来全球普及最广的铜币，这个位置可不能小看啊。我们继续回到正题，讲讲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，延长 KYC 会不会影响主网上线？我知道啊，很多人心里都在想，哎呀，这延长 KYC 是不是主网上线也得跟主网后退啊？这么说吧，确实有这个可能。Pi Network 肯定是要等到足够多的人完成了 KYC 认证才好上线。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你开了一家好事多 Costco， 结果发现呢，所有人都没办会员卡，那这商场能开得顺利吗？大家进去买东西都得排队办卡，场面估计是一片混乱。咱们继续往下说，接下来要聊聊这次延长 KYC 是不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信号？这次延长呢，可能让我们要多等一阵子，但其实这也许正好给已经锁仓的人多一些时间来挖币。别急，稳扎稳打才是王道。咱们要做好长期抗战的心态，短期的等待换来长期的稳定，这可是值得的。很多人问，这次延长 KYC 是不是因为 Pi Network 在做什么长期规划？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这其实是一种对生态系统的长期投资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想啊 ，KYC 认证不仅仅是个身份认证的过程，它还可以防止诈骗、机器人账号、虚假用户这些问题。这么做能确保 Pi Network 的用户都是真人，这对未来派币的交易、流动性和价值都是好事。虽然让大家等得有点着急，但这其实是 Pi Network 团队为了确保系统健康运作的一个重要步骤。4. KYC 延长后，派币会涨还是跌？这是重点了。很多人关心 KYC 延长会不会影响派币的价格走势。那么咱们来说说，短期内这种延迟确实可能会让一部分人有点失望，特别是那些期待主网一上线，派币就暴涨，直接奔向小康的朋友。抱歉，先别做梦了，我做的梦都没你那么香啊，现实可能没那么快让你开香槟。但是，对于那些有耐心的朋友们来说，这其实是一个好机会。KYC 认证搞得越稳定，整个系统就越踏实。这就像盖房子，地基打得牢了，房子才能建得高。从长远来看，这对派币的价格可是带有好处的。只要在年底上线前凑足1500万 KYC 认证通过，那就像军队一样，还没打气势就赢了。上得好不如上得巧，如果在前2年就上线，我敢肯定现在可能也没人再连闪电了。所以啊，已经映射的人啊，我的建议就跟之前一样，先别急住卖，除非你的下一餐真的要吃土了。今天如果你追一个女生5年了，怎么可能牵个手接完吻就放过她呢？对吧？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别急，稳住，好好赚着你的派币，等主网上线后，看它真正的价值如何爆发。记住，派可不是什么暴富速成班，而是需要耐心和长期规划的坐禅投资营。就像在一棵果树下等住果子慢慢成熟，急也没用。放心，一定在你圆寂之前会看到成果。等主网稳定上线后，那才是它真正展示价值的时候。再给大家来个小总结吧。Pi Network 这次延长 KYC 认证，别觉得是坏消息。事实上，这像是团队在精心打磨一个艺术品，为更长远的未来做准备。所以呢，主网可能会晚点上线，我知道你很饿，但这就像煲汤吗？慢火熬出的汤才更有味道，不是吗？如果你也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记得点个赞，顺手分享给还在等派币暴涨的朋友们。有问题留言，我一定帮大家解答。好啦，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咱们下回见。